决赛第一场，博兰对战罗峰。开始。不论我的招式如何变化，他的应对都毫无破绽，那就来尝尝这招。只有这些吗？看来不必继续了。理解了，你屡次孤身犯险，是因为根本不相信有人能威胁到你。也正因此，你才常常会将思绪从战斗中抽离出来，对外界视若无物。但从今天起，你将再也无法忽略我的存在。真拿！以这个博兰的实力，他有无数种获胜的办法，他只是选择了其中一种。罗峰还远未威胁到他的根本。罗峰有趣，也给予了我一些崭新的感受。我会记住这场战斗。与博兰一战落败，意味着我止步于4强。进入原始空域的目标，恐怕很难在短期内实现了。嘿，你已经很棒了。博兰已锁定其中一个名额，现在唯一的悬念就是另外一组乌卡和陇云，谁能夺得另一个名额了吧？作战场地遭受到毁灭性破坏，难以想象他们经历了何等激烈的战斗。咱们刚见面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说过，芒卡星人拥有人类巅峰血统。你看乌卡这个表现，我没骗你吧？这位陇云也令我意外，
他既往的排名不算突出，为人也很低调，却默默地闯到了4强。如果是我，面对他们当中任何一个，恐怕都没有战胜的把握。来了。二人的实力竟如此接近，以至于同时倒地。不知道会算谁赢呢？我觉得得算龙云，应该是乌卡吧？我觉得还是龙云，不好说。乌卡龙云久持不下，以至于同归于尽。在历届天才战中，类似的实力也极为罕见。尊者，那胜者的归属。此次半决赛中，乌卡与陇云的胜率曲线始终在50%上下波动，综合能力十分接近，却在比赛最后几乎同时失去作战能力。我谨代表公司宣布，此次比赛战平。卡赢啊！就是这样卡赢。第2个原始空域名额的拥有者，我们将通过加赛的方式选出。公司会安排4强中的罗峰、乌卡、陇云再次进行1对1的战斗。比赛共计2轮，最终的胜者便可跻身前2。继续加油！下次加油！加油，罗峰！真是走运。一切都还没有结束。第一战是我对阵乌卡，他对火之本源法则的纯熟运用，足以体现他的战斗天赋。他们的所谓天赋，其实是经过历代苦修、基因逐步改造而成的。他们以极少的人口便能维持住宇宙国的统治，都仰赖于极高的战力。身为皇族，乌卡还肩负着保卫宇宙国的重任。为了成为引领族群的统帅，皇族要接受比平民更为严苛的训练。肩负守护族群的重担，往往会保持着更为强烈的求生信念。这是一场硬仗无疑。罗峰，很荣幸能与你交手，但很遗憾，原始空域的培养资源于我族群而言至关重要。这一战，我必须拿下。果然，我的立场与你相似，所以我们都有不可退让的理由。还是出招的时机都被他精准预判到。你擅长利用速度优势进行远程牵制，从中寻找进攻机会，但这些招数在我的攻势面前便不再有效。继续下去，
我只会被他霸道的火之法则力量压制。那么，我便用这一招，让你无从预判。眼神兵第二重，刺天式。漂亮！只有对金之本源法则有了较深的领悟，才能释放出威力极大的刺天式。身为恒星级的罗峰，能做到这步，实属不易。怎么胜人不生反将啊？你这老头又在胡乱测算了是吧？这是官方数据啊！你知道满卡星人为什么能以极少的人口存续至今吗？因为在绝境之下，他们基因中的战斗本能会被彻底激发，越是生死关头，越是强大。只要一息尚存，我便不可能倒下，直到将一切焚尽。好快，仿佛未经任何思考便已出招。他在本能的支配下，成为了一个彻底的战斗机器。他的力量和速度都已大幅提升，但受击次数似乎也在变多。可惜，战斗本能在强化你力量的同时，也钝化了你对判断局势的能力。刺天式。好强的战斗韧性，受到重创之后，依然能迸发出如此强劲的力量。战斗时有些失态，让你见笑了。我倒是觉得，和平日里相比，遵循本能战斗更接近你原本的样子。或许，你参加天才战，也是因为自身渴望战斗。呵呵，可能吧。但不管是为族群，还是遵从本能，最终导向的都是战斗这一行为。于我而言，也没有分辨的必要。与其问我，不如去想想你自己的答案。
我参战的理由，恐怕也和乌卡一样，早已分辨不清了吧？但现在，我距离原始空域只有一步之遥，与其追溯战斗的意义，不如专心备战，拿下最后一轮胜利。已经是爸爸的最后一战了，就让我们看看实战嘛。罗峰与陇云对决的话题已成为虚拟宇宙网络热门排行前3，可谓是天才战开始以来最受瞩目的对决之一。论战的消息满天飞，除非老三他们打完，不然消停不了。罗峰未必差太多，是这样。觉得谁？我觉得罗峰可能性更大。我觉得还是罗峰。布卡女士，从你的对战经验看，罗峰和陇云哪个更强？根据战斗结果，应该是罗峰，对吧？不好意思，接下来有公司高层要约见乌卡。加莱西先生，你也和罗峰交手过，请问您对他的评价是？很多小家伙从2人对战乌卡的不同结果，推导出罗峰赢面更大的结论。实际上，陇云能从试炼塔56名来到4强的位置，所蕴含的潜能丝毫不逊于罗峰。罗峰与陇云的战斗决定了原始空域名额的最终归属，也是天才战在收官阶段最大的悬念。战斗的结果恐怕得等到最后一刻才能尘埃落定。啊，陇云还没有就位。因为今天对他而言有点特殊。抱歉，我刚才去探望，碍事了。没事，我们长期在外历练，难得陪伴家人。稍后能在直播上看到你，他们一定很高兴。如果能看到就好了。他们都化作了星辰。陇云出身于兰亭宇宙国 NGC3310星系的墨兰族，他们所在的星球曾遭受2位超级强者战斗的波及，导致星球表面毁灭，所有族人都没有逃过这场大灭绝。只有他，在爷爷舍身施展的法则之力的保护下，得以幸存。我记得墨兰族灭族事件曾有报道，而日期刚好就在数十年前的今天。原来他是为了祭拜族人才来玩的。作为灭族元凶的2名强者，都在那场死斗中陨落，自己的故乡也早已无人生还，无人牵挂，也无处寻仇。迷茫过后，陇云最终选定了他的目标，让他的族群不被遗忘。这就是他参加天才战的理由。参战的其他天才，多是为了族群的壮大，而陇云，则是为了族群让人铭记。他果然很特别。罗峰，谢谢你愿意倾听我的故事。你也应该能理解，这场全宇宙瞩目的战斗，我不可能让我墨兰族之名蒙尘。我会倾尽全力。正合我意。领域
经融合了土质法则的后手以及空间法则的总治理，关键是在触碰到龙云时，威力恐怕已不足一成。唯有压杀所有地脉，才能与之相敌。刺天师！3D 利用远程牵制持续消耗，而对方又能数次将老三的招式硬生生扛下，看来会是一场持久战。可我始终觉得对方还没有将他的领域发挥到极致。自那天以后，我已一无所有，唯有你传授于我的法则之力伴我前行。爷爷，请您护佑我，取得胜利。龙云领域对空间的掌控力再次增强了。论领域压制，龙云不仅在我之上，恐怕连博兰都有手举中。双方都受到了大量消耗，尤其是罗峰，似乎已濒临极限。两人对决已超过时限，按规定，将作战空间持续缩小。空间缩小后，失去远攻优势的罗峰将更为被动，战斗应该会很快结束。你去问我，不如去想想你自己的答案。我的答案。怎么可能？罗峰的力量
子灵已经耗尽了。我要将所有觊觎地球的存在灭除，尽数屠戮，一个不留。绝境之下，来自金角巨兽的杀戮气息再也抑制不住了。金刚山。 是罗峰刚复活行星及时领悟的金刚山，难道罗峰是想？作战空间缩小，我的念力经过大量消耗也已所剩无几。眼下只有近战，寻找发动最后一击的机会。罗峰，你的意志我已充分感受到。虽然战斗有胜负，但他们二人的表现都值得众人的喝彩。墨兰族已留在过去，而你们还有未来。愿你能和你的族群一同，长久地走下去。天才战最终选拔的赛程全部结束，公司根据各位在选拔中的作战表现，做出了排名。本届宇宙人类巅峰天才选拔战正式落幕，欢迎诸位加入虚拟宇宙公司。1至2名将进入原始空域，3至10名将进入太初空域。最终还是没能进入原始空域，不过来日方长，总有进入的机会。可惜，如果不是在最终战棋差一招，你也有望冲击前2。不过也好，我可一直想着如何找你扳回一局呢。同在太初空域，正好方便切磋。随时奉陪。虚拟宇宙公司会全力栽培你们。至于是成为名震宇宙的超级存在，还是普通的强者，或是中途陨落，都取决于你们自己。稍后会有专人联系接你们去总部集结，而后前往初始宇宙
展开为期30年的修炼。30年，竟然这么漫长！先别感叹，初始宇宙的时间流速比我们所处的宇宙要慢得多。那的30年等于地球上的100年。啊！前往初始宇宙参悟的100年内，若有突发情况，我无法及时赶回。各大势力会顾及我虚拟宇宙公司核心成员的身份，不会轻易染指地球。但虫族母巢可不管这些，万一他被唤醒，不是还有我吗？我就在地球留守，替你们看着虫族母巢。不错，老三，眼下你需要专注修炼，不用把什么事都揽在身上。不过，100年足以让普通人走完一生。虽然你与地球上的亲友还能通过虚拟网络见面，但在严格意义上，你们可能再无相见之日。没想到，从我们领证结婚到现在，一转眼都过了10年了。100年，要是也这么快就好了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找到消除虫族母巢威胁的办法，然后回来。苍博前辈，作为虚拟宇宙公司前屋分部的负责人，此段路途由我引你前往。到达总部需航行3年，在此期间，你可闲置虚拟空间修炼。虚拟空间的雨象山区域，不仅集结了天才战选拔出的1000名横行级成员，宇宙级、地主级乃至界主级的前辈也都在此修炼较量。虽然我的金角巨兽本体已达宇宙级，但每个层级的跨越，都意味着生命层次的跃迁。我与界主之间仍有着很深的鸿沟，更不用提像呼延博老师这样的不朽强者了。好在作为核心成员，我们的待遇相当丰厚。只要突破层级，公司就会提供资源，强化身体直达同级9阶。内部积分还能购买外界千金难求的宝物。不过，我们的培养方案陨落率极高，每届天才战入选者，1000万年后能活着成为不朽的不足10个。强者之路道阻且长，我深感压力。决意在这3年潜心修炼。3年苦修，我确有进步，但越是深入，就越感到宇宙本源的深不可测，以及宇宙运转的玄奥繁杂。这令我越发渴望
开启新的征程。前方就是虚拟宇宙公司总部了。周围的那些天体都是非常可怕的科技武器。总部的科技竟能在宇宙中铸造如此庞大的陆地。出发，开启宇宙通道。好难受。看不清了。初始宇宙和元宇宙的时间流速不同，通道内的时间流速错乱，你们难受是正常的。到初始宇宙了。星球有寿命，宇宙同样有寿命。初始宇宙是独立于我们所处宇宙之外的新宇宙，其外部密度与时空曲率都趋于无限大。由于初始时期，宇宙正不断完善自身，本源运转法则就会外显，领悟起来要容易得多。因此，参悟名额也就无比珍贵。那丝线上漂浮的密文，竟是宇宙运转法则。混沌城是此处唯一的城池，也是初始宇宙演化的起点，历史比大多数宇宙国还要悠久。混沌城有3宝，第1宝是可见的宇宙运转法则，第2宝就在城主府中，我会领你们前往。至于这第3宝，则在混沌城城外，实力不达者勿擅自探索。浑身好似被一股温润的能量包裹。这是此地特有的混沌气，具有蕴养万物的力量。这便是混沌城城主府。混沌城的城主，该是多么强大的不朽存在！这些就是新来混沌城的那批小家伙吗？
腹中的52尊混沌碑，留有52位超级存在顿悟时的刻画图案，代表了52种通往巅峰的大道。悟透1尊混沌碑，即可成为宇宙中真正的强者，开辟宇宙国亦是轻而易举。此行，每人皆有1次参悟机会，时间为7天，只能选择1尊参悟。现在，做出你们的选择吧。就是他，9羽混沌碑。继续钻研空间本源大道，才是最适合我的强者之路。你们选的什么？巨斧混沌碑。好巧，我也是。据说这是巨斧斗武场创始人留下的。这股惊人的压制力，这是2名不朽之间的交锋。这就是不朽存在吗？力量爆发，甚至能撕裂空间。混沌城禁止私道，擅自动手的一切后果，都是他们咎由自取。城主出手了。瞬间强行中断宇宙运转，混沌城主就像是这宇宙的主宰，甚至都没有现身，只是一个意念，2名不朽就被化为飞灰。我跟随主人6000多万年，见过的最强者是宇宙尊者，他们纵横宇宙亿万年，个个实力不凡。但现在看来，这位混沌城主才是最巅峰的存在。我们都自认是绝世天才，而浩瀚时间长河中，却难有几个混沌城主这般的存在。这种渺小感，让我有了小时候抬头看天的感觉。但当年的我也未曾想到自己能走到这里。努力修炼，或许有一日，我能离这般强者更近一些。入口处的石门，门高都是100米以上，而且每扇门前都有护卫把守，占地和规模远超想象。每座混沌碑的存在时间都已超过100万纪元，它们都是虚拟宇宙公司，乃是人类族群的至宝，请各位珍惜这次参悟机会。100万纪元是相当于地球时间的100亿年。地球也不过46亿年历史，混沌碑立碑出时，地球甚至都还没有诞生。这等古老存在，会记载着什么样的奥秘？